大家好，咱们今天聊聊稀土。一说到中美贸易摩擦，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中国地大物博矿多，只要把稀土出口一关，美国人的高科技不就当场瘫痪了吗？甚至有人觉得美国之所以在这方面受气，是因为他家地里没这宝贝。但我今天得先给各位泼盆冷水，美国其实压根儿不缺稀土矿，位于加州的山口矿几十年前就是全球稀土界的祖师爷，直到今天那里的储量依然稳如老狗。那问题来了，既然家里有矿，美国为啥还得满世界瞎诈唬，说中国卡他脖子？其实美国的尴尬不是没米下锅，而是他家现在只有面粉没有馒头。他发现全球稀土的锅、灶台，甚至连那个掌握火候的老师傅全都在中国。美国手里捧着一堆原始矿石，却发现自己连一个像样的金属零件都揉不出来。今天咱们就拆解一下中国是如何用30年的时间，在全世界都觉得这活又脏又累的时候，靠着一股子死磕的劲儿，把这门手艺练成了世界唯一的绝活。你可能会问，不就是几块金属吗？没了它世界还能炸了？别说没了它，高科技可能还真就得炸。大家先纠正个误区，稀土它不是因为稀少才叫稀土，而是因为这玩意儿性格太孤僻，极难从矿石里分出来。稀土真正的身份是现代工业的性能放大器，没它设备能用，加了它性能瞬间起飞。拿美军最先进的 F-35 战斗机来说，这架机造价上亿美金，浑身上下塞了几百公斤的稀土材料。首先雷达系统它的透视眼能看透千里之外，靠的是稀土元素山，没这玩意儿雷达就跟近视眼没戴眼镜一样，全是重影。其次动力心脏，发动机叶片要在几千度的高温下转得飞起，普通钢片进去就化了，但只要加上一点点稀土元素进行改性，叶片瞬间变身不死鸟，性能稳的一批。最后导弹制导，那个百发百中的导引头里面藏着超强磁铁，加了稀土铝，磁力翻几十倍，导弹才能像长了眼一样死咬着敌机不放。所以你看，稀土就像是工业界的核心 buff， 用量极小，但只要打上这个补丁，钢铁都能变神兵。你可能会问，既然这么牛，美国为啥不自己干？因为稀土最难的从来不是挖，而是分。17个稀土元素，脾气长相都差不多，跟多胞胎似的混在矿石里，想把它们一个个拎出来，纯度还得达到 99.999%。 这哪里是挖矿，这简直是在一大堆沙子里找出特定颜色的那一粒。给各位说个反常识的数据，那种最值钱的重稀土矿品位往往只有 0.02% 到 0.2%。 什么概念？拉回来一整辆大卡车的矿石，最后能分出来的核心金属可能也就一瓶矿泉水那么大。30年前美国人算了笔账，这活又脏又累，还要处理成吨的酸性废水，不仅人工贵的要死，环保局还得天天盯住开罚单。于是美国选择了去工业化，把矿山关了，把这活丢给别人，自己只负责高大上的设计和收钱。而当时的中国想法很简单，不管多难，得先把这条线做完整。当别人嫌利润低，嫌环境压力大时，中国选择了死磕到底。30年后，这种笨功夫变成了全球谁也绕不开的真门槛。不过说实话，这30年中国也不是一帆风顺，中间确实吃过大亏。上世纪90年代，那是稀土行业的野蛮生长期，采矿门槛低，只要拿把铁锹找个山头一铲，地下全是宝贝。结果导致了什么？顶级内卷。那时候的中国矿主为了抢老外的订单，那真是刀刃向内，这家开价100，隔壁老王就敢喊80，后山小李直接喊50，还拍着胸脯说包邮，这就尴尬了。中国当时出口了全球 90% 的稀土，却只赚到了不到 30% 的利润。很多观察家评价，这哪是在卖宝贝，这分明是在拆自家房子的承重墙去卖废铁。后来中国政府意识到这种自损800的搞法不行，于是中国搞了一场史诗级的行业整合。第一，铁腕扫荡，那些乱排污瞎降价的小作坊统统出局。第二，捏成拳头，以前是伞兵游泳，现在是中国稀土集团这样的超级舰队。这一招极其犀利，以前是老外挑供应商，现在是中国选客户。更重要的是，有了规模效应，中国才有钱去搞那些世界顶级的绿色萃取技术。现在的中国稀土早就完成了涅槃，成为了全球唯一的高精尖中央厨房。现在美国回过神来了，开始喊着要重新构建产业链。
有人问他们能成功吗？产业链这玩意儿不是搭乐高，不是你有钱有矿就能成的，它需要的是时间的复利。第一，人才断代，稀土分离是门手艺活。中国的徐光宪院士和他的团队在实验室里死磕了几十年才搞明白怎么分得最干净。美国现在想找这方面的高级工，对不起，相关的人才早就在几十年的去工业化浪潮中流失干净了。第二，配套协同，稀土加工需要大量的化工、电力支持。中国制造业这种全能选手的配套能力，是目前任何单一国家都羡慕不来的。第三，环保审批，在美国建个精炼厂，光环保审计可能就要走10年，等它厂子盖好，中国的技术说不定又迭代3回了，这就叫路径依赖。就像一个人点了几十年外卖，有一天外卖员不送了，他决定自己做，结果他发现他不仅没锅没灶，他甚至连怎么发面都得现学。最后聊聊马斯克，他在发布会上拍胸脯说，特斯拉未来的电机不加稀土了。很多人一听就慌了，觉得中国的底牌废了。但这事儿得辩证着看，不用稀土能不能做电机？能，但代价呢？电机体积会变大，重量会变沉，能效会变低。这就像为了省钱，把家里的变频空调换成个大电风扇，省钱是省了，但你能说空调没价值了吗？马斯克之所以这么喊，是因为他真的被卡怕了，他在通过这种方式压价，寻找备选方案。事实上，在航空航天、导弹雷达、量子通信这些追求极致性能的领域，稀土依然是不可替代的。稀土的价值不在于绝无仅有，而在于替代它的成本，对方根本承受不起。咱们最后总结一下，30年前中国出口的是土，20年前中国出口的是粉，而今天中国出口的是全世界离不开的一整套高科技工业标准。稀土这件事真正说明的不是谁运气好地里有矿，而是一个制造业大国在最枯燥最辛苦的环节里扎根了几十年。资源是老天爷给的天赋，但能把天赋变成杀手锏，靠的是死磕的耐心，是时间的复利。觉得这期视频有收获的，别忘了3连支持，我们下期见。